当第一缕晨光轻抚布拉格的砖瓦屋脊，老城区仿佛从沉睡中醒来，空气中弥漫着数百年的历史气息。高耸的哥德式尖塔与华丽的巴洛克立面交错，每一砖一瓦都诉说着不同时代的故事。漫步在石板铺就的蜿蜒小径，耳边响起的是远方教堂钟声，时间在这里仿佛慢了下来。放眼望去，远处那座横跨伏尔塔瓦河、承载数百年风霜的古桥，是这座城市最经典的剪影。古老的桥塔与桥上众多的雕像，默默见证着布拉格从帝国荣光到神秘传说的转变。这份跨越时空的静谧与庄严，正是布拉格迎接旅人的第一份问候。穿越时空，我们来到伏尔塔瓦河上的查理大桥。这不仅是一座桥，更是一条绵延500多公尺的巴洛克艺术长廊。桥上左右两侧矗立着众多圣徒雕像，每一尊都拥有独特的姿态与表情，让漫步其间的旅人仿佛置身户外一廊。其中最受欢迎的圣约翰内波穆克雕像，据说轻触其基座的青铜浮雕，就能再次回到布拉格，吸引许多游客在此驻足。从桥面放眼望去，伏尔塔瓦河平静地流淌，两岸哥德式与巴洛克式建筑交错，构成一幅经典的布拉格河景。视线远方，宏伟的布拉格城堡群巍然耸立于山头，守护着这座千年古城，其剪影在蓝天下显得尤其壮观。大桥两端的桥塔，尤其旧城桥塔，其精致的哥德式雕塑与高耸的尖顶，都是不容错过的细节。清晨是漫步查理大桥的最佳时机，避开白天的熙攘人群，更能静心欣赏两侧的艺术品与河岸风光。从旧城广场步行过来，沿着卡罗琳街直达桥头，路程平坦且风景宜人，约10来分钟即可抵达。走过大桥，便可轻松前往小城区的圣尼古拉教堂，感受布拉格不同区域的独特氛围。建议预留至少1小时在此游览。若想拍摄光线柔和的照片，务必趁日出时分前往。来到布拉格老城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座古老而精致的天文钟。它复杂的机械装置和色彩斑斓的星盘吸引着无数游客驻足仰望。每到整点，钟面上的使徒木偶便会随着音乐缓缓转动，展现一场独特的报时表演。若想在人潮较少时欣赏这百年一刻，建议上午提早抵达广场等候。广场东侧高耸的泰恩教堂以其双尖哥德式塔楼成为老城区的视觉焦点。教堂的外观充满历史感，诉说着自14世纪以来布拉格的风华岁月。接着可步行至广场西北角的圣尼古拉教堂，欣赏其华丽的巴洛克式内部装潢。教堂内部的壁画、雕塑与巨大馆风琴，都展现着令人赞叹的艺术成就。要前往老城广场，搭乘地铁绿线到 Starom Haska 站后，步行约5分钟即可抵达。广场上总是不乏各类街头艺人，他们的音乐、绘画与默剧表演为这里增添了许多生气。不妨停下脚步，感受这份浓厚的艺文气息，或品尝周边市集的小吃。广场周围许多咖啡馆提供露天座位，是欣赏广场全景的绝佳地点。抵达布拉格城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雄伟的圣维特大教堂。这座哥德式建筑拔地而起，数百年来见证了波西米亚的历史兴衰。教堂外墙雕刻繁复、细致的飞浮壁结构展现中世纪工匠的精湛技艺。走进内部，高耸的彩绘玻璃窗是视觉焦点，阳光穿透，将色彩洒满圣殿。其中一扇知名的木下之窗以新艺术风格描绘圣西里尔与美多德的故事，值得细细观赏。离开大教堂，穿越城堡区的小巷，我们来到色彩缤纷的黄金巷。这条巷弄两旁是迷你可爱的屋舍，仿佛童话世界般精巧。
这些小房子过去曾是卫兵、金匠和炼金术士的居所，每间都有独特的故事。你会发现，其中一间是作家卡夫卡短期居住过的地方，充满文学气息。来到布拉格城堡，别错过每日在不同庭院进行的卫兵交接仪式。卫兵们身着传统制服，伴随号角声和鼓点，呈现庄严而整齐的队伍。欲前往城堡，可搭乘市区电车至布拉格城堡站，省去爬坡的力气。建议您在清晨或傍晚抵达，避开人潮，更能悠闲感受城堡的静谧氛围。参观完城堡，不妨沿着旧城堡阶梯下山，沿途可饱览小城区的红瓦屋顶景观。走进布拉格犹太区，空气中弥漫着历史的静默。这里的街道与建筑诉说着古老的故事。眼前这片老犹太公墓，层层叠叠的墓碑紧密相依，有些甚至重叠达10多层，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由于犹太教的传统，墓地不可轻易迁动，数百年来只好在有限空间内将新墓建于旧墓之上。这座公墓是布拉格犹太博物馆的一部分，建议购买联票，更能高效探访区内多个会堂与景点。从公墓往外走几步，就能看到建于13世纪末的老新犹太会堂，其哥德式外墙历经风霜，依然巍峨。这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活跃犹太会堂之一，数百年来见证了犹太社群的坚韧。欲前往犹太区，可搭乘电车或地铁至旧城广场附近的车站，步行数分钟即可轻松抵达。不远处的平卡斯会堂，其内部墙面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二战时期捷克犹太受难者的姓名与出生日期。这份沉重的纪念碑文，让到访者能在此静思，缅怀那些逝去的生命。为了避开人潮，建议您在清晨或傍晚时分造访犹太区，更能细细品味这片历史街区的氛围。这座宏伟的布拉格旧市政厅，不只是游客如织的热门景点，更曾是几场决定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在西元1419年，胡斯追随者们将7名市政官员从此处的窗户扔出，点燃了持续数十年的胡斯战争。但更广为人知的布拉格抛窗事件，则发生在另一个重要的地点——布拉格城堡。走进这座绵延整座山头的布拉格城堡，其内的旧皇宫曾是波西米亚国王与罗马帝国皇帝的居所。西元1618年，新教贵族将2名天主教帝国代表与1名书记官从城堡内的某个房间窗户扔了出去。虽然3人奇迹生还，这起事件却成为了30年战争的直接导火线，让欧洲大陆陷入了长期的宗教冲突。从布拉格城堡高处俯瞰这座城市，或许更能感受到这段历史对欧洲格局的深远影响。布拉格的历史层层叠叠，每一次动荡都刻画出这座城市独有的印记。我们登上高堡区，这里曾是捷克早期国王的居所，如今是俯瞰布拉格全景的宁静制高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堡圣彼得与圣保罗圣殿的新哥德式双尖塔，其红色砖瓦与精致雕刻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走进圣殿内部，彩绘玻璃窗洒下斑斓光影，将精致的壁画、高耸的拱顶与祭坛装饰照亮，呈现庄严氛围。圣殿旁的高堡公墓是捷克众多文化名人长眠之处，漫步其中，可见各式精美的墓碑雕塑，如同一座露天艺术廊。从城墙边缘俯瞰，伏尔塔瓦河在山谷中蜿蜒流淌，对岸布拉格城堡区的塔楼与红色屋顶清晰可见，层叠成壮丽画面。高堡区内还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圣马丁园厅教堂，这是布拉格现存最古老的罗马式建筑之一，结构独特。欲前往高堡区，可搭乘布拉格地铁 C 线于 Wyra 站下车后，步行约10分钟，沿指示牌便可轻松抵达。建议在清晨或傍晚时分来访，不仅人潮较少，更能捕捉到阳光洒落在红瓦城区与伏尔塔瓦河上的绝美光影。
游览高堡区约需2小时，结束后可沿河畔步道向北漫步，途中会经过知名的现代建筑跳舞的房子，可顺道参观其外观。走在布拉格的老城广场，您会闻到一股诱人的香甜气味，那是现烤特德洛糕的独特香气。这种用面团卷绕在木棍上，外层撒满糖粉与核桃的传统糕点，在炭火上慢慢转动烘烤，直到金黄酥脆。刚出炉的特德洛糕外壳焦糖化，有着酥脆口感，内部松软，有些会再填入冰淇淋或巧克力酱，滋味更加丰富。除了甜点，布拉格街头的烤香肠也是必尝，摊位上摆满各式粗细与口味的香肠，阵阵肉香扑鼻而来。店家将香肠放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的烤熟，通常会搭配厚实的黑面包、芥末酱与酸黄瓜一起食用，配上一杯冰凉的捷克当地啤酒，解除油腻感，是体验布拉格街头氛围的道地组合。无论是老城广场周边，或是查理大桥附近的小贩，都能轻松找到这些特色小吃。建议您早一点前往，避免人潮。布拉格市区的热门景点大多集中在福尔塔瓦河两岸，规划行程时可将其分为2大区域，让旅途更有效率。建议第一天从旧城广场展开漫步，穿梭于周围的犹太区与天文中，感受历史氛围。傍晚时分，再沿着蜿蜒的石板路走向查理大桥，捕捉日落时分福尔塔瓦河上的浪漫景致。第二天则可专注探索河西岸的布拉格城堡区，登上高处，俯瞰整个城市的红瓦屋顶与尖塔。从城堡区下来，可顺道游览小城区，感受其独特的巴洛克建筑风格与蜿蜒巷弄的迷人风情。旧城区与小城区之间步行距离适中，但若要从河东岸前往地势较高的城堡，搭乘电车或地铁会更省力。布拉格的电车与地铁系统便捷有效率，建议购买数日券等交通套票，让您轻松畅游。主要景点详细票价与时段请以官网或现场公告为准。至于住宿，旧城广场周边或福尔塔瓦河沿岸都是方便观光、临近主要景点与享受夜景的理想选择。2日的精华游能让您一览布拉格的主要风貌，但若时间充裕，也别忘了探访周边更多迷人的角落。希望这趟虚拟旅程能为您的布拉格之旅带来灵感。